大家好，我是超子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干货，关于炒糖色的技巧。炒好的糖色，很多朋友说不苦不甜，您真的尝了没有？今天我教大家用2种方法炒糖色，让您卤出来的肉色泽红亮，还能久放不变色。以前我们熬糖色都是直接加清水，今天我们准备2样特殊的原材料：2个栀子，少许红曲粉，也可以用红曲米。我们用泡栀子的水和红曲粉的水代替清水。这样熬出来糖色颜色更加红亮，卤的肉放很久都不会变黑。栀子和红曲粉中分别加入热水，栀子用水浸泡，水会变成黄色，而红曲粉是红色，这2种是天然的色素。在水中浸泡10几分钟就可以了，然后滤掉残渣。我们就用这2种水制作2种糖色。制作糖色之前，首先要锅净、勺净。炒糖色分水炒、油炒，还有油水混合炒。第一种我们先用油水混合炒，锅中加入100克白糖、80克清水、10克食用油。这种方法容易判断，适合新手。先开大火把糖熬至融化，糖液彻底熬融化以后，这时候勾入水淀粉，这就是蜜汁。当锅内的糖液粘稠并有密集的大泡时，这时候就是挂霜。做挂霜菜，放入食材以后，关火不停地搅拌，糖液冷却就会形成一层白霜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大泡消失，变成小泡，从无色变成有色，而且颜色会慢慢的加深，从芽黄到淡黄，再到香油色。这个时候就是拔丝的最佳时机。拔丝过后5秒钟就是流离，也是做冰糖葫芦的最佳时机。这个时候改开小火，继续加热，颜色会越来越重，从黄色变成枣红色。这个时候锅内有青烟冒出，有明显的焦糖味，这就是嫩汁，也是做红烧菜的最佳时机。比如说红烧肉、红烧排骨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做红烧菜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能炒老，炒老做出来会发苦。很多朋友都败在了这一步，认同的请扣1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了，利用锅的余温，大家要注意观察。当糖的中间从小泡冒出大泡时，这个时候顺着锅边加入栀子水或者红曲粉水。加水时一定要顺着锅边下，否则容易溅伤，这也是一些小技巧。这个时候糖色还没有好，我们再开大火熬3分钟左右，让糖和水充分的融合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不煮一会儿的话，熬的糖色清汤寡水、水尿八汤的，颜色也不够红润亮丽。熬好后自然冷却，最好是密封冷藏保存，可以放半个月左右。接下来介绍第2种油炒，这次我们用红曲米水，锅中加入100克白糖、15克油，先开大火把糖熬至融化。油炒适合老司机，因为糖液的变化非常快，稍微不留神就炒苦了。当糖液熬至变色，改开最小的火，这个时候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它，稍一不留神就会失败。糖液呈枣红色，大泡转小泡时，倒入泡好的红曲米水，同样顺着锅边下，水放进去以后再开大火熬3分钟左右。单纯的糖色容易变黑，是因为糖色的氧化速度比较快，而黄栀子和红曲米本身就是天然的色素，以糖色搭配会缓解糖色的氧化速度。熬好的糖色并不是没有味道，是微苦微甜的，您不信可以用手指蘸着尝一下。这2种方法您喜欢哪一款自己看着办，反正我都教给您了。我负责教您干货知识，您只要负责点赞就可以了。感谢朋友们支持点赞转发，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